嗨，大家，这是我老弟。这是我老姐。上一集还是很好看的。对，主要讲了那个阿兹克嘛。他现在不是要出发去找他的儿子的头骨，还有谁动了吗？哦，对。但我觉得就是还挺在意他到底跟克莱恩有那个什么命运之类的，就是碰撞是什么样的事件？不是那个什么沾到那个克莱恩跟他有什么联系吗？但我估计这集不确定还会不会讲这个东西了，可能会直接跳到下一个。阿兹克真的是个非常强的战力了，已经算。你看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教授，我觉得这个人长得就很战斗力很强的样子。OK， 不像那个什么仅出场一集那个谁长得就本来什么那个就占卜那长得就像那个鞋哦 Vincent 哦对文森特，笑死我。最开始阿兹克刚出场的时候，其实他的那个办公室吧，门后面也出现了那个骸骨一样，就是骷髅一样的状态的那种。他可能最开始就是被那个刀刺死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是一个非凡者了，就很早以前。然后他最后出现的那个很大的就是为他而战的那个巨大骷髅，感觉可能只是他其中一个。就是能力，他肯定序位特别高啊。就是可能正是因为这股力量，所以不死嘛。但是我也很好奇，就是他有这么强的力量，当时那些人是怎么把他弄死的呀？就是可能当时他血还没那么高吗？不知道，而且我也不知道他当时是不是无意识做出的这些能力呢？也有可能，知道吧？而且包括他后面的就是那些灵魂大军，就是那些鬼魂大军。感觉也是慢慢逐渐壮大起来了，因为死人多了。哦，我觉得就像有一些他非凡者，他会就是在未来会这种失控啊、魔药或者消化不好之类的。我觉得可能这也跟就是阿兹克他为什么会带来就是灾运之类的，可能也都有关吧。感觉老尼尔就是讲什么那个邪神，什么那个正统神，我觉得邪神咋那么多呀？一堆，我看都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呢。还有什么那不可直视神那种。哦，对，就是上一集克莱恩直接就是信息过载了，然后看到了好多什么天使什么别的序列啊什么之类的，直接给他撑死。但是我很想知道，就是克莱恩他什么时候他会去什么霍纳奇斯什么那个肯定去的，记得吧？然后现在咱们转眼第一个场景就是霍纳奇斯山脉。有什么想问的？哦，阿兹克，只要我知道的，都会告诉你。哦，还真延续了。阿兹克先生，关于我命运中不协调的波动，您现在还能看出来什么吗？是不是因为阿兹克太厉害了？你是不是经常遇见巧合的事情？巧合？什么巧合？一堆巧合好吗？什么密修会、极光会，还有那个羽毛，对，那羽毛一直存在。安提克斯哦 ，yes。哦，完了，我懂了。我觉得克莱恩他可能被好奇心被引导了，你知道吗？啊，这什么东西啊？到手了，兵长。密修会吗？他那是啊，长得好丑，跟你一样，我天！巧合。这个故事是合理的，所以就说一切的巧合都是就是有它的源头的，对。哇，还挺美的。哇，这什么啊？导弹吗？不是，是以前的那种那个飞机。我去，以前还有飞机呀！不是，它这不柯南里面那个啥吗？天空中的遇难船。对，不是以前都那么高级了吗？飞机不是那个什么兄弟造出来的吗？什么超人兄弟？克莱恩，这是他们那个安保。今天是什么？我不知道。他们待遇好好啊。哦。不眠者也还跟伦纳德是同一个小说那儿，西加我吗？这回是什么题材啊？千年的血脉诅咒。我去，我的叫隐神咒，我想说就。凄美的绝世。开始装逼了。
去楼下喝酒聚餐了。今天的巡视安排：可格爱。里、西加、西区和金吾同去，伦纳德、诺耀留守黑荆棘，我和弗莱负责北区加拉菲尔墓园。明白。队how 长， about me？我呢？不是吧，队长？安排工作有我，他健忘。没办法，梦魇独有的风格，现实与梦境交织，时常让人分辨不清。如果哪天队长什么都记得，那我们倒是需要提高警惕。待会儿你去接弗莱班，值守查尼斯门。你还记得查尼斯门吧？我知道，就是我跟你说那个什么，每个都有什么名字那个什么。但要记住，无论听到什么声音，完了，啊一定要打开，他要从里面这更紧张。你已经加入职业者快2个月了，要我发工资需要了吗？出一份述职报告。Oh no！ 打工人10000字。述职报告。那是他们黑夜女神还是什么神的徽吗？ 10000字有点太离谱了。这么多，但是他们应该是用赫密斯语还是什么的写吧？他要整合这些事件了，哦，然后呢，再写。他肯定能发现一些巧合的那个。我要开门了吗？是查尼斯门。有东西要这么阴出来了吗？完了，真的从里面打开了。完了，从里面打开了，我操！这门这么大。哦，那我的兵长。从里面打开了，这咋打开的？结果发现啥事没有。娃娃吗？我靠，这什么东西啊？这也是封印物吗？ What the hell？ 啊！厄运。完了。更紧张了，已经要整成到爆了。对上皮达不得，阿迪当纳德兰，古芬纳斯蒂。老尼尔。 Oh no！ 啊！克莱恩，出什么事了？查尼斯门打开了一小会。尼尔先生，您这是？哎，最近有些便秘，上午尝试了下。他天天用仪式魔法干这些事儿。每个人都要拥有自己的盥洗室，是很危险的事。诵读后没有异常，没有问题了。绝对还有问题。依然是我们值得信任。你们怀疑我？正常处理流程，克莱。哦，他怕是他打开按你的了。描述，那真是厄运布偶。可几十年来，
他从未表现出任何活着的特性，肯定跟克莱恩的身世有关系，我觉得。还能引诱门里面的看守短暂逃脱封印，只有一种可能。受了新来的其他封印物的影响。最近查尼斯门后新增的封印物就只有一件，虽然他只短暂的待了几年。那个笔记吗？安提戈努斯家族又回到这个源头了。哦。愚者先生真的哦，他们找的那个罗塞尔大帝的那个，他之前不让他们去找吗？密修会确实是比较这字儿近期的，这字儿没我写的好啊。扮演下魔药消化的时间，窃取出一件危险的封印物。安提就是那个笔记。我问遗物的具体情况，他笑而不语。去他妈的笑！我成为高序列强者，看到一个占卜家就揍。好中二啊！大帝，你安息吧。这次搜集到的罗塞尔日记，我很满意。我们的荣幸。接下来，你们可以自由交流。愚者先生，遵照您的教导，我这段时间已经感受到了魔药的大幅消化。我想请问，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消化掉关中魔药？它还是序列9。珍妮小姐，我刚好看过答案。在低序列，只要严格扮演，长则半年，短则1月。感谢您的解惑，愚者先生，我没问题了。最近，我听说了一些传闻，有位极光会的序列8倾听者，正在寻找真实造物主的圣所。真实造物主？不少隐秘组织认为，造物主并没有彻底死去，他残留的核心就是真实造物主。就是那倒吊巨人，他们相信。倒吊人这张牌，罗塞尔大帝参绕的就是真实造物主。那果然哎。我说的没有问题吧，愚者？真是倒吊人。我更愿意称呼他为堕落的造物主。哦，堕落？不愧是愚者先生，评价真实造物主这样的古老存在也这么犀利。感谢您的指点，愚者先生。凡是信奉真实不堕落造物主的非凡者，失控的比例确实远高于正常值。请问，我需要支付怎样的报酬？更多的罗塞尔日记，或者安提戈努斯家族的任何情况。安提戈努斯家族，我了解的并不多，只知道其掌握着一条诡异可怕的序列途径。家族历史可追溯至第3纪灾变纪。被黑夜女神给灭了，安提戈努斯家族。这么屌，灭族了。那密修会不会是要？很好，今天就到这里吧。那密修会等于说是可能是不是跟黑夜女神是为敌的呀？因为密修会不是一直在类似于是安提戈努斯家族的一个延续一样，他们在找那个笔记。可怕，是哪条途径？密修会首领查拉图要大帝窃取的安提戈努斯家族遗物是什么？密修会掌握着占卜家序列途径，那我能不能从密修会那里获得后续的魔药配方？难道就是笔记？笔记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给出一些就是序列的名字啊、魔药啊什么之类的。
很小啊，当时就。发现，可是之前的占卜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在现实世界受到了干扰。还有就是为什么选择克莱恩作为这个穿越的人啊？果然有干扰。去，这一切的幕后之人是谁？目的又是什么？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设计艾略特被绑架了，我天哪！是专门为了给我提示笔记的线索。就是没懂感觉。我觉得就是有人在幕后安排着克莱恩，咋了？就让他就是为了引导他去笔记。因为他的占卜被干扰了，有的途径是可以干扰占卜的。在黑雾里也会被干扰吗？水星化解，黑荆棘，范围这么大，没法解读啊！全被还是因为灵性不够，占卜不出更清晰的结果。血泪经商的事该提上日程了，但最近魔药消化卡的头大，好累呀，克莱恩。解读启示，引导往好的方向前行。我去，有点保持对命运的敬畏，不狂张不自大，不盲有点深奥啊。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消化仍然停滞，证明真正的占卜家不止这条白的绳子，还需要别的方法去消化魔药。小丑魔药的线索。哇，他之后要变成小丑了，晋升。哎，这让我想到第一集他最开始穿越的时候有那种透明的像蠕虫一样的东西。这是什么？比波士发光的脑花。发光的脑花。小丑的尸体。威尔西和范森特，又是笔记。就是跟他。难道这不是在指引我，用笔记的线索引诱命修会出现，从他们身上获得小丑魔药的配方？但那脑花和血球也和魔药配方有关。哦。还有这个人。就是在帮他去配那个小丑的晋升的魔药。福尔摩斯啊，这集。哇，很多就是之前的集还有线索都串联起来了。所以他现在目的就是去。那很我觉得很恐怖啊！就谁在背后在？真的很抱歉，莫雷蒂先生并不在俱乐部。啊，莫雷蒂先生，您怎么来了 ？Christina， 早上好。啊？这怎么又是？霍纳奇斯山什么？霍纳奇斯山被诈骗。霍纳奇斯。铁矿诈骗，我去1万多镑，我天！肯定很多工人之类的都受难了。的下落，除了本人画像，还需要非常详细的真实信息，或者长久使用的相关物品。他们说的果然没错，您是一位真正的占卜家。那用他的孩子想想。啊！来，这是我的外甥女梅高欧斯，孕妇。我们都不是风暴之主的信徒，并不认为婚前必须守贞。但拉尔乌斯卷跑了我们所有的积蓄，讨债的还找上了我们家，我们必须找到他。骗财又骗色，渣子。如果是已经诞生的婴儿，或许可以，只是很可惜，这需要等待好几个月。不用几个月。请问最近的啊，让他直接生，这样的话就可以用他的孩子占卜了。他是个很体贴的孩子，每天都会轻轻踢我，还会哼歌，会吹口哨，那有点恐怖了。入睡。哼歌吹口哨，他这是打击太大，精神出问题了。我不会放弃我的孩子。清醒点儿，一个诈骗犯的孩子，只会让你之后的人生充满了。赞美女神。
好像前几集也有出现孕妇啊。本来是这么打算的，但我刚才做了个梦，梦见凡森特先生和这个人在一起。哇，还有素，还会素描呢。哦，对，克莱恩技能点满了。凡森特不是那个？对，他到底死了没死啊？您怀疑凡森特先生的死就以前和这个人有关？你知道的，占卜家的梦境，或许就是神灵的启示。果然，就像福尔斯女士的小说里写的福尔那样。斯不是那个，福尔斯不是那个，他那个。福尔斯女士的侦探小说中，凶手往往都潜藏在受害人身边。那会不会他就是幕后指引克莱恩的人也是在他身边？不会是伦纳德？哦别！哦天哪，怎么感觉有点看不懂了呀？哦，心上有点超纲了。哦，这个秃头老大爷。哦，毕竟他是安保公司的，也算警官嘛。哦，找到了。拉尔乌斯，奥纳奇斯山脉铁矿投资诈骗的话，查找相关资料。会不会跟阿兹克那个儿子那个尸骨也有关系啊？我靠，那也最早出现在5月底，那也有点太福尔摩斯了。7月14之后一直消失到现在。请问这些考古期刊在哪里？那边。跟他擦肩而过了。我的，是他，小丑魔药占卜中见到的那个人。这么巧，又是巧。不妙啊，对方看起来很强的样子，要上吗？逃了。嗯？被玻璃刺伤了。失控前兆，完蛋！他失控了！我的天哪！我还是狼人。啊！甚至不需要出任何力。最开始绑架案不是也有很多那个失控的吗？什么途径？战斗力比我这密启人。密启。灵体消散这么快，通灵问笔记的事恐怕来不及了。先问小丑魔药的配方吧。小丑魔药的配方不会要脑花啥的吧？小丑魔药的配方，他配方还要自己找啊？他不是可以自己配的吗？但是那你得先知道配方啊，你再自己配啊。哦，女神吗？道教巨人。完了，怎么感觉要被盯上了？我去，吓我一跳！我靠，他怎么又裂开了？好多眼睛！队长，队长怎么了？贸然通灵有失控前兆的非凡者是非常危险的。他想直接通灵。你的幸运可以救你1次、2次，但不是每次。抱歉，我有点太……所以还是极光会的。啊！再有下次。你也太走运了，我感觉你和非凡者和这些邪恶力量之间有着确实，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被穿越过来。前1个季度见到的还要多。灵体已散，无法再通灵。
尊敬的 Z 先生。季先生，你还记得吗？就是那个极光会的22神使。极光会22神使，都是以字母为代号。在那本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上，我和凡森特真的再也没发现其他有。他跟凡森特还起争执了呢。除了上次提交给您的占卜家、学徒，以及小丑魔药的配方。所以笔记真的能给我刚得到了小丑魔药配方，可惜之后就退出了通灵，没有其他收获。好，不过小丑魔药配方的真伪还有待圣堂的鉴定。还写了什么？安提戈努斯家族肯定留下了重新复兴的秘密宝藏。作为掌握着占卜家途径的势力，他们对本身的覆灭应该有一定的预料，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那个宝藏就在霍纳奇斯山脉的中锋，夜之国遗迹的某处。天哪，要复兴安提戈努斯家族吗？他们是被黑夜女神给覆灭了的呀。等到毁灭日将毁灭日，我将向主人放心。这也感觉好圣经啊！卑微的西里斯阿瑞皮斯，羔羊不会要牺牲那些底层民众吧？没搞懂啊！都是合理的。哦，这直接导致克莱恩开枪自杀。再然后是，我穿越到克莱恩身上，并且受罗塞尔大帝日记的影响。他选择了占卜家。而罗塞尔大帝想选择占卜家，是因为密修会首领查拉图。占卜家途径的高序列。幕后之人阿兹克先生儿子头颅，命运巧合之事。艾略特你还记得吧？就是那小男孩。哦，就最开始第一次知道，就是那小屁孩。比伯失踪，比伯其实就是安提戈努斯家族的那个，就是遗留下来的那个，他被类似于被那个笔记也有所控制，都是有影响，笔记才导致那个非凡事件。对，然后凡森特魔镜占卜，哦对，而且极光会还不是跟那个魔女教还有所什么合作还是什么的吗？但不是跑路了吗？后面他毁灭日，西里斯就是这个秃头。极光会的毁灭日，毁灭日要献祭这些羔羊。然后呢？克莱恩他现在已经知道这个魔药配方了，而且这个笔记还就是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确实能给出配方。戈努斯家族，等于说现在就是因为笔记才导致他延展出了这么多东西，所以呢，他现在要找，他现在一呢，先要去找小丑魔药配方，第二就是要去找霍纳奇斯的古代遗迹嘛，就是那个秘密宝藏，但是秘密宝藏有点太强大了，估计你看现在光是安提戈努斯家族的一个笔记就已经带来很多，那宝藏的话估计很多，就是可能甚至比这个笔记还要强大，或者说是连锁反应。我觉得他这个字儿有的太小了，我连看都看不清。他可能也不是让你看的。这是什么宿命的纠缠？这分明就是。今天我刚到图书馆。然后就马上就碰到了，我需要小丑魔药，马上就给他了，顺利到手。还有之前的种种巧合，这场阿兹克儿子头颅。哇哦！因为毕竟那个血脉追随不是还追随到克莱恩身上。那我命运中最初且最大的巧合，就是他为什么穿越了呀？是克莱恩开枪自杀那。会不会就是克莱恩呢？你觉得会不会就是本来的克莱恩在引导呢？也有可能哎。那他目的是啥呀？他自己活着不行吗？哇哦！所以他要晋升才能找到他那个啥。他
有消化魔药。这什么东西？What？ 这是消化了的意思吗？啊？哦，对，因为他之前消化魔药也有出现过这个东西。我是万能的，是最后一条扮演手。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哇！哦，所以他可以现在晋升可以晋升小丑。哇！这不是飞船吗？啊！这是他的精神体吗？类似于不是，这是他的那个哪儿吗？就是黑雾，它里就是那个。哦，你看这些底层人的。哇哦，已经强到可怕了。哇，这也太帅了！哦。这像那个《第五人格》里那个女鬼，你知道吗？哦，对，而且还有羽毛啊！我觉得羽毛每次都是就是巧合发生的时候可能出现，你知道吗？啊，这是什么？这些烟囱，这些工厂。这是什么东西？我的。帅啊！红烟囱啊！难道那就是幕后之人所在？就是在那些千找到了，还有那些事件，你知道吗？我觉得肯定是跟那些这什么字啊？还有包括这个欺诈案最新的这，我去，这有点意思，这拍的跟电影似的，真的像电影一样。小丑。1月前，哇，骷髅头颅阿兹克儿子的那个，他找到了？没有，这是另外一个人吧？哦，倒吊激光会的，这是什么祭祀吗？哦，蓝诈骗是吗？其实不是，他们要把那个倒吊巨人给召唤了吗？这是。就是召唤仪式，他要用他的那个头骨。为什么要用他儿子的？啊，他们都死了。但是他们极光会本来就比较邪嘛，就是要祭祀什么的。但他跟诈骗有啥关系啊？不是。他去霍纳奇斯山脉那个诈骗，对啊，诈骗是为了什么？哦，完了，降临了，邪神！我怎么在这儿断了？我服了呀！就感觉没看懂，反正就是关于笔记围绕的一些事件就串起来了嘛。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很重要的是，克莱恩他种种这些巧合，确实就是有人幕后操控的。他所以现在我觉得有点会像是克莱恩本身，就是他原本的克莱恩。对，他是不是为他造就了这一切呢？他想让就是周明瑞转到这个克莱恩身体上去做什么呢？有这个可能，但是我觉得有可能。你觉得是伦纳德是吗？我是开玩笑的，伦纳德应该不太可能。可能。凶手往往都在受害者的身边。对，而且他不是说所有故事都合理的吗？他最开始标题就是说明他肯定有幕后操作手。对，我觉得这个应该不至于是一个全新的完全不认识的人出现，然后说是幕后吧。对，然后呢，反正他后面要解决的事情得捋，就是他要去找那个。他现在已经算晋升了吗？他马上要晋升小丑了。他还得找魔药那个配方，他不是有了吗？然后呢，对他不是刚把那个那个占卜家这个途径，虽然感觉有些烧脑，但是我觉得好有意思，就看着就很爽。尤其是就是克莱恩他自己在回溯这些事件的时候，
包括就是他的这个思维导图的呈现啊等等，有点绕，而且他找的什么名字有点太难记了，主要是确实什么什么那种，我也不知道。查拉图就是最后那个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不想让对那个厄运娃娃拿出来的树童笔。哎，我怎么突然觉得这个有点像，就是道教巨人那个，不是有点像那个灰雾中神庙中，他们不是每个人后面有个符号吗？哦，不像吗？不像，就是当时克莱恩。我有点忘了，我记得他是有两个那个叉，不是因为当时克莱恩的那个图形不是不全的吗？没有他，不要，我也不知道。我忘了。所以查拉图他是什么首领？密修会的创始，就是首领。然后呢，密修会都是一占卜家，然后他那个那个什么神秘可怕的途径也是那个占卜。对对对，就是占卜师。OK。然后他窃取了一件非常危险的封印物，我估计就是那个厄运娃娃，跟厄运娃娃有关吗？也有可能是那种笔记。但很有意思，就是罗塞尔大帝他最开始这么瞧不起占卜家，见到一个占卜家就想走，结果他最后不是说吗？还想成为占卜家？对啊，什么占卜双标啊，学徒，还有个什么对。而且正是因为看到了当时这个笔记，所以克莱恩当时选择了占卜家嘛，对吧？对，也很巧啊。所以说，在第4世纪的时候，众神。就是王朝更替那个时代，安提戈努斯家族和阿蒙和什么家族他们一起拥戴这个血皇帝，而这里出现的这个大座椅有点让我想起，就是你还记得之前上一集、我们以为是那骷髅，应该不是骷髅做的大椅子，应该可能就是散步，就应该不止一把，你知道吧？就是可能有各地都有。然后他们都被黑衣女神一般的覆灭了，就是因为你记得吗？第5纪元的时候，我记得就是这几个七大正统神的这个掌控了，就是统治了。安提戈努斯家族现在他们不是想，他们这个秘密宝藏不是说想复兴吗之类的？就这样子后，我就想他们会不会就是对黑夜女神或者什么是为敌的？你知道吗？幕后之人他肯定是要去借用，那个克莱恩的这个身体或者他的一些能力。就是去完成他的一些目的嘛，肯定要达成他的目的。然后呢，比如说什么，他要小丑魔要赶紧就给他，就说明肯定想让他快速晋升，然后到达他的那个想要的目的，可能是让他找什么东西。克莱恩在占卜的时候，不是发现自己的占卜就是被干扰吗？然后正好就是那时候，就是为了让他理解，就是消化魔药的这一步，就是最后所知道的，那太厉害了吧？不能依赖占卜，啥都能算到。对啊，他克莱恩想啥都能算。然后正好就在他就是去占卜的最后一次尝试占卜的时候，正好也消化完了，然后就可以那啥了。就是我觉得怎么着也得是真神的水平了吧，是吧？我也觉得，我这有点太离谱了。训练灵之类的吗？但我估计他肯定是跟占卜有相关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也有点推测或者预判那种感觉吧。之前我们可能想太简单了，就是真正你上升到序列1、序列0，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超出我们想象的那种能力，你知道吧？因为现在已经很变态了，真的就是万一他有一些就是甚至能扭转世界或者什么之类的那种能力呢，对吧？兰尔乌斯就是在那个什么占卜俱乐部上，他看那个报纸什么那个诈骗，他不是最后他就是极光会的，对，最后用那个极光会不是又用那个阿兹克儿子那个头颅来召唤他们的邪神。我估计他那个诈骗肯定是要去根据那个邪神，可能要诈骗到什么东西。他可能只是通过这个诈骗啊，会不会达到别的目的呢？估计用钱去干。包括就是他的那个仪式，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吧，就是很多线索都关联到，你看什么铁矿，还有什么，然后那什么那个红色烟囱啊，什么，我觉得就是跟他们整个这个世界，就是这些工业革命的事情，我觉得也是脱离不了干系的，你觉得呢？对吧？就是包括他们要献祭的什么羔羊啊，那个底层人，对，包括既然莱尔乌斯还是极光会的，我觉得他让那个姑娘怀孕，我觉得也是有目的的，你知道吧？那他生下来是个什么东西之类的，你知道吧？就会不会也跟这些仪式之类的有关呢？这有点太恐怖了。它是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躯壳，然后呢，那个道教巨人要到他那个身体里就可以复活了。对，他们这个仪式感觉像是成功了。对吧？我感觉应该是成功了，邪神要降临了，这太恐怖了吧！世界要没了，然后就也之后不会那个原初魔女也要降临吧？那直接全降临了，邪神全降临了。魔女叫的那个，但是我真的觉得她这个怀孕的孩子绝对有什么，就是有什么邪恶的东西之类的。我觉得如果这个孩子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可能那个姑娘她不是在幻听，你知道吗？她不会真的会吹口哨啥的吧？
那你想多了，我觉得就是应该精神有问题。谁不吹口哨啊？就是那个婴儿在他那个轻轻的就轻轻的踢他肚子就吹口哨，吹口哨，还帮他安他睡觉。对呀、就是凡森特他最开始就是魔镜占卜那一集，就是康不是类似于已经打倒他了吗？对吧？然后呢，自己先生出现是杀了凡森特吗？就那时候死了吗？但是如果死了的话，应该邓恩也无法进入他的梦境、梦魇什么的。对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兰尔乌斯这个诈骗犯，不会就是神使之一吧？有没有可能就是 Z 先生？ Z 先生，兰尔并 L 先生。他们可能不是按照这个那个一手，我估计。对，按实力强弱之类的，对，我觉得可能也是有个排序的。哎我去，这集信息量有点过大，感觉比第一集还得长。第一集感觉是更多的是设定，这一集的话是真的要去整理很多之前的，然后开始推向下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剧情了，可能就是。对，那特丽斯真的就走了。特丽斯赶紧走吧。不是也提到，就说凡森特他的这个就是有什么对话提到了霍纳奇斯的山脉什么那个遗迹之类的，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兰尔乌斯的目的，你知道吧？就诈骗案什么的，就是他主要是要去接近那个遗迹之类的。但是这样的话，密修会跟极光会他们都，在我看来，他们的这个目的有点相似啊。因为那个极光会的兰尔乌斯，但是他也在打着那个霍纳奇斯那个遗迹的主意的话，那这不就是密修会的目的吗？这个霍纳奇斯的宝藏也跟夜之国的遗迹有关，咱们上一集就看到了夜之国那些古老的，就是类似于仪式嘛，算是，就比如说什么要跟自己尸体什么睡在一起。夜之国那个，他不是他们就跟法老似的有点像那种，他们像什么家族的亡灵什么都会庇佑着他们什么之类的。阿兹克之前给他看那个什么书什么那个，就是讲到那个。那这一集就要结束啦，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